蒸鱼最考验粤菜师傅的基本功，东星斑则是高档粤菜宴席上的常客。古志辉的处理手法别具一格。因为这个大骨呢不容易熟，有骨头呢吃起来也不方便。这个鱼呢处理好了，下锅可以蒸了。撒盐、抹油，保证鱼肉蒸制后鲜嫩可口，这是普通技法。但古志辉的操作颠覆常人的经验，不用蒸箱，改蒸为浸。以前香港70年代初，叫一班廚師叫佢嚟擺酒，啲叫到會。我有10圍嘅要蒸魚嘅，即係冇咁多蒸箱。咁個廚師咧諗到咧條魚咧就燒大鑊水嚟浸熟佢。嗰條魚咧就厚薄均勻啊，嗰啲水咧仲要比個水硬嘅。咁我覺得當時嘅廚師咧好有智慧。相比用蒸汽加热的传统烹饪，热水让鱼的每个部位均匀受热，快速封锁汁水，鱼肉更为嫩滑。东瀛打拼的经历也让他有了异域风情的融会贯通。他从日料天妇罗的技法中获取灵感，把深受老广喜爱的笋壳鱼切片，裹上脆姜粉，再粘上薄薄的杏仁片，热油下锅，最后淋上一勺葱姜汁，鱼肉嫩滑，杏仁香脆，这道中日结合的菜式就此完成。玩转后厨，古志辉的创新花样繁多，粤菜中的汤被他包上了一层薄薄的皮。其實呢個龍蝦湯包咧，靈感咧就喺個傳統嘅粵菜灌湯餃。把原汁龍蝦和其他海蝦敲碎，再下鍋煎出油脂和香味，最後加入清水熬成濃湯，冷藏後成果凍狀，再把濃湯果凍與花椒、鮮蝦撈勻做餡料，把包好的湯包放進碗裡蒸熟，一個半透明、晃動着鮮美汁液的花椒龍蝦湯包出爐了。戳破包子外皮，花椒和龍蝦濃湯湧出，看一眼食指大動，嘗一口鮮美至極。京城餐饮江湖竞争激烈，古志辉如履薄冰，時刻不敢放鬆。喺70、80年代，粵菜咧一定要大碟夠體面，客人先至覺得係滿意。但係依家就追求精緻、健康、時尚，咁所以咧我哋做廚師咧都有與時並進，先追得上個潮流嘅。古志辉的餐厅后厨不但菜品海纳百川，就连人也是五湖四海。睇睇先，有廣東，有內蒙古，有荷蘭、河北。还有安徽，整体吃安徽菜，你吃这个粤菜，你觉得好不好吃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就是不懂吃。我觉得这个菜呢，每一碗都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間。好幸運，以前跟過好多香港嘅老師傅，好多古法嘅做法，做唔同嘅粵菜。依家將粵菜傳承，令到年輕廚師能夠接得到，推向全國，推向全世界。古志辉的粤菜餐厅从北京开到西安、成都等地，小鸟又在展翅高飞。粤菜手艺不仅让当年的懵懂少年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，也成为他走南闯北的底气。雷公山耸立在苗岭山脉之中，2000米海拔的高度，让它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，也成了粤菜南征北战的驿站。好久没出去玩了，所以玩到按喇叭。这个路线永远是跟着美食变的，对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。对。哎，下个宇宙石板太好了，全部是青苔。在贵阳拥有8家餐厅的大厨宋德兴和好朋友朵朵，一有空就往野外跑。
既为了找原生态食材，也能向老乡们学做当地菜。这个米酒喝一下，好香啊！好香，你倒一下。不，带点给这。谁是盘子苗家人的蓝门好酒拦不住两人的脚步。门前有块地，有菜场，有鱼塘，太幸福了。他们羡慕我们，我们羡慕他们。我抓只鸡给你看。来自湛江雷州的宋大厨，看到山野之物，彪悍气质自然流露。热情好客的当地人用一桌火锅款待贵客，清水做锅底，辣椒做蘸水，煮一切食物。这是苗家人最常见的烹饪方式。宋德兴尝过美食，更寄养难耐，约定老乡一起切磋厨艺。第二天，攀爬着1800米海拔的高山，宋德兴和朵朵开始寻找食材。哎，这12根呢？哦，这就是我们在那个餐厅煮来吃的那个。宋德兴入行30年，在广东10年练就粤菜功底，而后扎根贵州20年，一直坚守粤菜8字心法，就地取材，本味为先。到处都是好东西啊！找我先把木姜子找了。OK。在农村长大的宋德兴对野外有一种熟悉的喜爱，常年带着相机在贵州各处采风。这个房子好漂亮啊！你没有木姜子哈？好嘞，来我拍张照片了，好美。我高2的时候跟我妈去做地盘小工，没想到我妈工作那么辛苦，我就退学去打工了。后来凑了很久的钱才买了相机，自学摄影。再后来听说大厨工作很高，就跑去学厨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啊！哇，好香！你平时用木姜子来做什么？天气有点热的时候，放点木姜子在菜里面，它就不变味了。哦，它防腐。是。木姜子也叫山胡椒，集香辣麻于一身，可以驱寒去腥、提味增鲜。宋德兴不仅找到了贵州人熟悉的味觉基因，对今天的主菜也灵感乍现。我们可以吃一只羊吗？可以啊。等一下杀只羊哈，养的这种味道干。好。绝对好，你看嘛，这么好的空气，这么好的溪水，这么好的草，怎么可能不好吃嘛？阿姐，哎呀，差点迷路了。走。在老朋友阿吉的家，宋德兴如愿向老乡学习庖丁解羊。炒羊瘪需要大火猛攻，快速翻炒，各种香料的气味被逼出，最后必须加上瘪汁，才算大功告成。这道菜苦凉回甘，贵州人笃信它能健胃清火，增进食欲。哇耶，太美了！在药食同源的料理思路上，广东人与贵州人达成高度共识。哇！朵朵，你今天会负责把羊肠烤来吃哈？我都没有帮我姑娘编过头发，帮羊肠编个头发。哇，爆浆了！宋德兴野外做菜，无论是食材还是餐具，都是信手拈来，就地取材。这有搓前草，这真的靠山吃山啊！苗家必备的酒坛，成为宋德兴奇思妙想的煲汤容器。它酒是活的嘛，它有微生物在这坛壁上面，经过温度了之后，微生物跑出来和做汤啊，融在一起啊，比那味精味鲜了。我们平时做菜不放味精。车前草被放进瓦煲里煮好，再加入酒坛中，把羊肝、心包血烫熟，并用坛子保温，就可以保持肉质嫩滑。我尝一下有没有够。宋德兴的老家湛江以白切菜式闻名，他把羊腩整块放进粥水里，
再加入羊肉和柴胡，煮上半个小时。取出羊腩，放到清凉的溪水里浸泡。这道菜是他送给老乡们的一个惊喜。那个白银猪手就是丢在水里面，忘记了，之后就不断的冲，就成了这个名菜哈。山上健步如飞的走地鸡，自然是宋大厨的首选食材。新鲜的木姜子连枝带叶铺在锅底，加上水和油焖煮。待水分蒸发完毕，鸡肉嫩熟，木姜子的香气充分释放，引人垂涎。来，哦吼！好山好水提供了原生态食材，少数民族沉淀了各具特色的烹饪技法。宋德兴从这里吸取美食养分，滋养自己的职业生涯。我们家好像之前都没有就白切啊，对对对，用米汤里把羊肉浸熟了，这个做法也是我今天想出来的，临时发挥出来的。我们回到厂里面吃不到这么好吃的，我巴不得天天往乡下跑啊！你还要把方法教我，随时没有任何问题。感谢感谢。爸爸，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给你煮的面啊。黔东南之旅尽兴而归，刚煮的。贵阳家中的女儿早已准备好了宵夜。对，一坨了。好不好吃嘛？应该好吃。我爸做大菜比较好，但是煮面条很黑暗的。好吃。老爸，你是不是又秃了？有了。哎呀，老了。旅途的疲惫被女儿一碗面抚平。不过，采风归来的宋德兴第一时间却不是回到餐厅厨房。任何行业里面，审美非常重要。我在绘画里面会找到很多。我希望厨子他是一个很美的职业。绘画启蒙老师从宋德兴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他的艺术潜能，并鼓励他作画。学绘画4年，给宋德兴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，也给自己的餐厅打上了独具风格的美学烙印。一个好的作品，你放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它也可以瞬间把你这个空间烧留下来，让整个空间不孤独。在广东成长学艺，到贵州创业成家，一条珠江串联起2个省份，也串联起宋德兴的寻味人生。2016年，外交部举办贵州省全球推介会，宋德兴带领团队39天踏遍贵州，采集过100道菜肴，并最终选定21道前菜展现在外宾面前。其中，酸汤是前菜的代表性美食。宋德兴沿用传统食材，让一道家常菜变身成为优雅西餐。当时是有个规定，不能端到汤上去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变。我觉得粤菜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功底，就是羹的做法，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定放了，它就半凝固的状态。因为外国的朋友呢不止一次的，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鱼的肉拆出来。用家乡雷州的海盐炒热后放进砂锅，把贵州土产的鸡肉焖熟。再和云贵高原的鸡枞菌捞匀，一道菜混合了不同的地域风味，成就了新的粤菜体验。
香料木姜子在碾压瞬间迸发芳香，只需几滴，混入橙汁里做成冰沙，给清淡的海胆带来酸甜麻辣的冰淇淋口感。现代的物理飞速化哈，整个冷链系统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，会呈现更丰富的餐桌。这个碗窑是羊的碗窑，是那天从山上带回来的。碗窑在贵州用的挺少的哈。用动物网油裹鱼清蒸是粤菜里的古老手法。贵州土特产糟辣椒，搭配汁香浸润的南极鳕鱼，毫不怯场。羊碗窑来包这个鱼，我第一次做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成功还是失败，但是我愿意去探索。朋友们常戏称宋德兴是最不像厨师的厨师，但正是摄影、绘画和厨艺之间的艺术通感，让宋德兴吸取西南天地灵气，在味觉领域开疆拓土，常学常新。